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郑郑，又到了每周最欢乐的时光，收到了好多 SCP 的私信投稿，挨个给大家做，不要急。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真的很像096，而且他很喜欢拐卖孩童，并且经常出现在圣诞节时期，这有点像我之前说的北欧神话克朗普斯的形象，所以他也被称作为圣诞狂魔。没错，一定有许多朋友猜到了，他就是 SCP-4666。SCP-4666被认为一名来源未知、寿命极长的人形尸体，它是属于 Keter 级的，喜欢在世界各地游荡，会破坏家庭并绑架孩子。对他做的特殊收容是监控世界范围内网络通讯与执法渠道，查询是否有他的活动痕迹，尤其要注意涉及有年幼孩子家庭的跟踪案。在1974年首次被基金会发现，当时基金会人员见证了他的异常特性，并记录了这些故事。SCP-4666仅活跃在每年连续的12个夜晚，活动期从12月21日晚上到1月1日晚上，经历圣诞节。此期间发生的事件被称为威斯纳赫特事件，并且会出现在北纬40度以北的任何位置。在所有已知的威斯纳赫特事件当中，案发位置都符合以下特征，都是孤立的乡村地点，家里至少有1名8岁以下的孩子。在发生案件期间，该地区会持续下雪。威斯纳赫特事件的幸存者将 SCP-4666描述为一名身高2到2.3米、体型极瘦的白发男性。即使在寒冷的户外，他似乎总是全裸着身体。SCP-4666还能瞬时达到北纬40度以北的任何地点，似乎还能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。报告指出，在 SCP-4666的活跃期的第1个到第7个晚上，孩子们都报告称在家附近看见4666的身影。有时孩子们晚上醒来，也会看到那个身影站在窗外面看着他们入睡。到了第8和第11个晚上，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都报告称听到楼顶有脚步声，并且在家附近还会频繁出现恶臭的味道，也找不到这些现象的源头。一般来说，碰到这些状况，父母首先会怀疑家里是不是有坏人溜了进来，甚至还会觉得家里在闹鬼。到了第12个晚上，会发生2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情况，是 SCP-4666会杀死全家，把剩下的1名8岁以下的孩子绑架。4666会趁家庭成员睡觉的时候行凶，他们无法反击，他也会将受害者全部拖入同一个房间内，在他们彼此注视的状态下杀人。杀人手法也是不固定的，一般都会伴随某种形式的折磨。SCP-4666似乎很注重仪式感，然而出现第2种情况的几率只占15%。此时 SCP-4666不会伤人，家庭成员会在夜里听到家里有脚步声，但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。早上孩子会在床角上发现礼物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些礼物是由人类孩子的遗骸制成的玩具。在2018年，阿拉斯加胡纳的一处住宅发现有多个 SCP-4666A 的个体，在这之中有一个粗糙真人大小的人偶，是由一名女童瘦弱的身体制成的，在身体上还缝了一条裙子，布料很脏，已经褪色了，有很多地方都缝入了皮肤当中。人偶的嘴唇由人体组成的颜料涂红的，他的手缺了3根手指，指甲是由其他的儿童的指甲粘上去的，同样也用了人血染料染红了，而头发是用其他的儿童自带的金色长发，还梳成了2个辫子。人偶的眼眶里放入了画成眼睛的大块软石。在这家人进行检查后，发现这个人偶还活着，只是失去了意识。警方接到通知后，将该儿童空运送往了医院。然而在被发现后仅18个小时，这个儿童因为多处器官衰竭而死亡。SCP 基金会特工出动，查收了他的尸体，而且所有目击者的记忆均被删除。DNA 测试表明对象为7岁的莫罗佐娃，是之前在俄罗斯被拐走的 SCP-4666的受害者。尸检显示他被拐走后的2年内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良，体重只有15千克，身高仅为90厘米，身上有若干伤疤和烧伤的痕迹，有2处骨折没有被复位，只接受过不妥当的治疗。其双手严重生茧，死因被归为严重持续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多器官衰竭。在基金会调查过的全部威斯纳赫特事件的现场，都发现有属于同一个指纹，而且与1873年寻获的一个 SCP-4666A 个体上残留的指纹相匹配。类似人类的白发也在多个威斯纳赫特事件的现场被发现，但没有提取出任何 DNA。然而发现 SCP-4666的牙齿的大小、形状与任何已知动物的人类都不匹配。尽管几乎没有 SCP-4666的摄影或者录像资料，但幸存者报告称他看起来像一个白发的老年男性，无论天气或条件如何， SCP-4666始终是裸着的。好了，本期就讲了一个儿童阴影 SCP-4666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如果大家有想看别的 SCP 都可以私信我，我尽量都会给你们安排上。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。我是郑郑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